大家好，我是 Hiker CP， 现在人在唐麻丹的唐麻客栈。今天呢，要来许久未来的 OK 古关七雄八仙山。这一次呢，不用再走一次古关七雄，不用，因为太累了。但这一次呢，想要来八仙山的8条路，知道有哪8条吗？既然是八仙山，那肯定是有8条上山的路线。这次就想要来一次收集完毕。至于这个路径、里程跟爬升，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是晚上的大概1点45分，开过来又没睡觉。我刚才路上是有先眯了一下了。第一条呢，蝴蝶谷爷梦堂巴的上山路线，蝴蝶谷到梦幻谷来到八仙山的这个路线。那其实唐麻丹山就在旁边，一般会绕 O 型下来，我应该不会这样绕上去八仙山之后再决定要走哪一条。OK， 出发 ，Go Go！ 岔路口，右边就去唐麻丹，左边去蝴蝶谷2.4 ，Go Go！好，到尽头了，回头，好，上面可以从这边的小路切上去。好 ，V2 的固定非常的稳定，大家溯溪啊，好，第2次过溪。5点快半，已经快要到2000了，比想象中难走，而且才走了快8公里，花了要4小时，前面真的是太累了，不好找路。然后后边呢，前面过溪2次，我是拖鞋，后面上来路都是陡坡，而且踩点都不是很清楚。晚上找路的话，真的方向感要很好，不然就很容易走错这样子。离2003不远矣，西岭八仙山西岭，继续 Go Go。即将抵达八仙菜市场，但是呢，从这个凉亭后面出来，空无一人啊，366，哦，又刷八仙山，我没有想到第一条这么的硬，蝶梦堂巴的蝴蝶谷到梦幻谷，那它梦幻谷是有一个静止的标示是可以过的，然后你就找路往上切。那最后呢，要过2次的溪，再进到3径。那3径其实都觉得蛮不清楚的，因为真的很少人走，然后落叶非常多，然后都很陡上，步调都非常老旧的轨迹去做判断这样子。今天第一次上八仙山，生涯第2次哦，上一次就是一日古关七雄的这个八仙山，哦，那时候已经是第3座了，所以也非常累。现在是第1座，所以走上来就还行。刚刚在走的时候觉得，干真的是有够累，累爆。现在第1径，我们现在准备呢八仙山森林游乐区走这一条路线。那这条路线我上次是走上来嘛？我上次有走下去吗？有，我上次有走下去过，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回味一下这个八仙阶梯
OK， 再一次跟大家复习一下，又使用多个月的易维能关节肌力，是来自西班牙的蛋壳膜 Ovomate 整起的东东。这样呢，它的文献就是可以针对你的行动力做非常非常有效的，让你的状态给维持。那我自己吃的是蛮有感受的以前真的是都会有，不管是骑车啊、跑步啊、越野跑啊、爬山啊，都有不舒服的问题。那就是每天吃3颗之后呢，加上适当的重训，以及强调各位的发力姿势一定要是正确的。然后外加如果你有做强度训练，训练后的高蛋白一定要做补充，那再搭配蛋壳膜，我觉得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是给年轻人，也不是只有老人哦，我就不是老人还没老还 OK， 年轻人也是有不舒服的状况，其实用蛋壳膜去固定补充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另外加了柠檬马鞭草以及白氨酸，对你的运动来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营养品。建议就是在训练期，你是在休备赛期。都可以固定去使用保健品或是运动增补剂，让你的状态维持，去应付你的比赛，去应付你的爬山，应付一个比较困难的行程。像今天目前是还没有想要放弃啊，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那如同刚刚所说的，我们准备往八仙山森林游乐区阶梯下去，出发 ，Go Go！ 补充一下电解质、牛磺酸、RC， 登山必备啊。好，我们现在还是要往这边下来。对，那等一下应该会从这个方向呢搭上来，但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好，出发 ，Go Go！ 好，九龙头，这边是要往南松鹤啊，等见 ，Go Go！ 不动一下，真的是有点冷啊。太阳渐渐要出来，但是还没出来，所以还是蛮冷的。好，这条传统路大部分就是阶梯，非常多的阶梯。因为这个高度呢，基本上是会起雾的。另外，很多人不喜欢走这边，就是因为要进那个要付保护费。好，所以一般好像从松鹤或是唐妈丹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这样子。蝴蝶谷上来应该是很少了。照刚刚走的经验，感觉没什么在走。OK， 我应该是今天第一个登顶的，等下应该会遇到蛮多的人。这里周末，刚刚那个位置呢，都会煮火锅，八仙火锅部队，不是很懂怎么会有这么热心的民众，每周都煮火锅。好，迷路了，这都可以吧？刚刚讲的这边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啦。有一梯啊！干，超小楼梯。有一段是平路，总共是6K， 剩下1.7了，剩下4.3。到了岔口，右边往八仙山直走呢，就去松鹤部落，就是所谓的松鹤山口。刚刚遇到一个上来。都很早现在其实才7点半。说八仙山2刷，台中人都这样吗？八仙山当七星山在走，那不如办个3进八仙山好了，不要什么3挺3的，3进八仙山。台中人硬起来，不是台中人，所以呢，帮台中人出主意，剩不到3K， 下来了。第一趟下山，八仙山，这边路算很好走啊，6公里，下到这边叫静海市森林游乐区。我们上去的话，一路陡上，绝无人场。OK， 下来大概1小时20、30，那我们准备往东八仙，就这个栅栏出发 ，Go Go！ 这边应该是一个1.5K 的腰绕路，顺便缓和一下，腿软了。好 ，Go Go！ 是要玩那个闯关游戏吗？哎。
干！啊！这是蜘蛛网。杂草丛生。啊，对，这是咬人吗？短裤。啊！下到西床了，反正现在就是要往上走，然后过几次西这样的。要过几次呢？我不知道。但反正就是路线是上切这样子，要不就随便吧，等下鞋就直接踩了。好 ，Go Go。过到对面，都是这些落叶，超陡的坡啊，没什么踩点，落叶很滑，跟走碎石坡一样，好累啊，超滑，很吃你鞋底的指滑，大腿、小腿、脚底要出力，用力。啊，好，前面很简单，1.5腰绕，进到西床，一直往前走，走到底左转上切，接着我开应该1250，1250米高度上切，所以大家上800-900，上1000了，上700到东八线，它应该是2000。我刚才特地多背了一些水，我背了3公升，我怕等下没水啊，还不会很重啊，继续。靠上去 ，Go Go！ 啊！好。好嘞，那绳子用单杖比较好，有东西抓，然后一直滑。8仙的人线，8仙山在我们右手边，哑铃啊，哇！9坪营地，9坪不要乱捡。感觉是日治时代伐木留下来的，还有一些驳坎，非常清楚，这样一层一层的。然后感觉就是在这边工作的痕迹非常多，因为这个不是现在的，看一下。永久公卖局，这应该是搭
这什么意思？59个麦局。这是雪山，大雪山，上面乱路，什么路线？超远，东八仙，地图明明就高度明明就不高，比八仙山还高，然后距离超级远。等一下应该上到缓一点的地方，顺过去才对。好，3000，噔噔，东八仙，东八，冷知识，东八仙山呢，比八仙山还要高。这跟什么样呢？奇来北比奇来主高，哇！这个就是3月的奥妙。OK， 我们今天吃点东西，然后应该是缓缓的过去八仙山，希望有火锅。我想吃点肉。OK， 3小时20比蝴蝶谷短，但是体感上比蝴蝶谷累。废话，因为已经是第2段，已经爬了3300 22公里，3300，真的好累，真的好累，爬10个小时了。最新的芒果可可跟卡玛授权联名，超级可爱，酱大。他其实据说呢，他有10个好朋友。对，可是那么圆呢，想当然了，就是他很爱吃，它就是长那么圆这样子。但它其实是一个长得比较大只的豆子，突变种的豆子。那 Bino 呢，就是一个标准豆子，它总共有10个好朋友，这样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芒果干，大风就要吃芒果。东八仙过来之后就突然一个超陡陡下，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真的很滑，就跟上来的时候一样，下去的时候转过来还是滑，建议是抓大树干，踩稳再下。接回来了，楼梯。真的花了4个半，楼梯，后来楼梯。好，刚刚就到2个山摇说山顶已经吃光麻筋了，所以有人在讨论我，不是啊？讨论归讨论，大家留点东西给我吃吧。火锅嘞，我的八仙锅啊，快饿死了！千万不要走东吧，超远，超级远，怎么远走不到？现在已经最后200。上去就是了，到了东八仙，上来。要抓了吗？来了，一起拍，还有火锅吧？1、2、3，来，帮我们爬。来，秘鲁啊，秘鲁不用，秘鲁来了，我买你的啤酒呢，谢谢。带的，他说我买你那个介绍的 GP。先合拍。快！大哥，帅！啊！哎呦！哦，那点太5个了，哇，看到快哭了。3、1、2、3，就跟我说火锅没了。你看到八仙厨房了，要不然没有，你第1趟。现在大家都走了，然后吃一个打饱之后，没有安全嘛，但我八仙零食，然后第2刷。等一下呢，往唐毛丹的方向下新来人到里等22.5K， 22.6，好。应该不会迷路吧？准备出发 ，Go Go！ 好，往唐麻丹这个方向，在这个牌子的左手边的位置出发。忘记吃个救命胶囊啊！便捷地鸟山 RC， 一颗 O2。这边有一个布条，然后我们要从这一头25K 的地方上切。那我们现在往这边去西南人276，正常唐麻丹往右，但是要直走到西门，没有路牌，往后走，这个地方布条2176，往后走 ，Go Go。
仙山西南风，没有牌子，只有大概是2190左右。过来其实不远，500米哦，但是不好走，然后很刺，穿短裤真的要小心。那我们现在去行下到2000的离冷林道，不过，哎，不是没有，往前一点的左侧，八仙山西南风深哦，真的哎。好，我记得森林三角点有印象的应该是克拉那叫什么布拉克桑桑森林三角点。西南风呢就比较宽，比较好走一点了，顺着同方向找布条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以前伐木的一个证据，非常多木头砍掉运下去，然后这一根一根的呢，就是种小树苗，赶快长大这样。这是伐木哦，这些树呢，基本上这样一些小的，我们就长不回来了。第一次看到山上有这么多的，超多，全部都是伐木业，应该是日治时代吧，台湾应该是不确定。对啊，有人知道的话，下面留言告诉我，西人这边的树到底是不是？希望这些山老鼠或是伐木业可以停止，保留我们的森林这样子。树苗往下走，非常的大，全部被砍光了。比较高的，这个就是先种的，先砍的，然后就先种这样子。西南人下来，出来就是一个大 U-turn 离冷林道。那这边是22.7，那往下呢就会出离冷。那离冷的那个路口呢，其实就是唐麻丹山的登山口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要走另一条上八仙山，就是在离冷林道，就是除了22.7可以上西南人之外呢，往前走的这个地方25.7K。哦，大概要走2.9K， 可以接上去八仙山，而且呢是最近的一个上八仙山的方式。这种 Bronfus 23升长程单攻非常适合，而且5升以内都没什么感觉，蛮建议这种缺水的行程，水就带多一点这样。那我带了一件风雨衣以及一件。Patek Alpha 60，就这样，然后其他药品什么头灯带了3颗，保暖就是这2件，一件雨鞋，大概就这样，其他就是食物了。宿舍开始饿了，先走一段再说。好 ，Go Go。因为以前离冷呢，不是以前，现在就大家玩越野车、吉普车，会开来这边露营的地方，因为这边要4人传动，路不是很好，这样子，基本上也可以用跑的啊，但是蛮远的，要跑25公里。但路其实蛮大的，也蛮宽的。这边已经车扫到地上的草，长得还不错。24.2有水，澡的，洗澡，不是的。25.6K， 晚上去。下了点雨，所以我就先把风雨穿起来，然后背包放在里面，这样子。应该是这里啊，往这里。好，史上最快12分钟就从下面上来了。我们现在就把八仙山一小段 ，Go Go。好，去山镇。下松鹤部落 ，Go Go。雨停了。
登山口。松鹤登山步道没什么难度，路蛮大条的，步条很少，不太会迷路这样。OK， 但是真的超级远，我不知道它爬升有没有少一点，因为它接到八仙山是接到蛮下面的位置，大概还要2.5K， 所以蛮远的。那松鹤的话，南松鹤就接到比较上面流龙头的位置，离八仙山已经很近了，大概0.3、0.4。你说我们安全下来了，现在走回车上。现在在全家的 7， 对，我现在就在全家。松鹤下山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不祥的预兆，反正就是其实时间我觉得还行，我大概留了7个半小时。我觉得从松鹤下来，我开始有2个征兆，第一个就是想睡觉，所以想睡觉就开始晃神，我的脚就踩不稳。第二个，松鹤下来那段实在是太长了，然后我一想到我等一下从南松鹤要相同路上去，心理压力就非常大，而且已经接近7点要天黑，所以加上刚才在飘小雨，所以在种种考量之下，而且很怕我上山之后呢没有上去，我掉在那个南松鹤的中间，上下不得这样。那就算我真的上去了，那体力其实我没有把握可以从八仙下到唐毛丹山，因为那段也非常的长，快要感冒哑开，就决定暂停这个训练。那后来想想，其实只是来训练啊，所以也没有一定要完成，只是当初想到这个计划，有机会可以试看看8条8000山的路一次大满贯这样。那很可惜呢，这次只完成了6条，已经帮各位越野咖想好了大满贯的路线哦。如果主办单位想要办的话，一次大满贯8条出路全部都会走到这样子。总结来说呢，我觉得八仙山，因为我只上过那个静海寺，就是传统路线，其他完全都没走。那第一个最难走的绝对是东巴，那这个路线真的是太难，非常非常哈扣，而且就算是老手也没办法走得很快，因为实在是路径不是很清楚，又很陡这样子，然后路面非常的长。东巴我觉得蛮适合你想要走中央间，不知道你能不能走中央间，建议你就去走东巴，因为东巴先溯溪，溯溪完陡上，那陡上那边太滑了，所以就很像碎石坡，所以你可以作为中央间前的练习。那第二个难的就是摸黑的蝴蝶谷哦，如果你想要有探勘、找路、练路感，我觉得摸黑走蝴蝶谷是一个蛮不错的经验这样子。但它因为要溯2次溪，我今天是溯2次溪，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如果是下大雨的话，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是过不了，对，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那如果你想要做摸黑探勘，建议是有经验的团一起带领会比较好啊，因为那个路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好找这样子。但因为是摸黑，我觉得白天应该会好一点，大概跟东巴差不多这样。在第3难的就是八仙西南人哦，你从八仙下西南人那一段非常难走，因为太久可能没有人在走啊，就是路径是非常非常小，要钻要拨，那游泳啊、打麻将啊要拨，所以就很难走。那这样说，我今天穿短裤，所以在那边真的是痛不欲生这样子。好，那其他我觉得都是不难走的，但是都很长，每一段应该都有8公里起跳吧。除了游乐森林区应该是6K， 其他应该都超过6K， 真的超过1500。只有最 sure 就是离人25.7，你上去大概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登顶了。那前提是说你要先到离人的25K 这样子。再一次跟各位强调，安全最重要，安全第一。我希望下次有人可以去挑战一日大满贯8路八仙山，因为现在听说是4路啊，常见的是4路。那我觉得8路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啊，就是各位在座的各位，不会是我了啊，我要去休息了。总共超大概是40公里，爬升4000，下降也是4100、4200左右，需要陡上陡下的一个体力活啊。如果是走完的话，应该会接近6000爬升左右。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希望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加开启小铃铛。我是 Hiker CP， 下次山人见，拜。